大概70%的考古写了一遍吧，就是从上周其实就开始写，然后他大概有10多年吧，有抓到一些比较常出的点，一直不断的去对应回一些表格，然后翻回去弥补一些自己可能比较不熟的点这样。明天还是需要就是坐下来好好再统整一下。那后天就要考医学心理学嘛，然后但是整个早上都有课，然后考完医学心理学就剩下一个下午晚上。可能医学心理学还要再熟悉一下，很多时间都砸在寄生床上面了。我先去睡觉啦，拜拜。嘿，大家早安，是要出门读书来了。我觉得比较难背的是这个宿主的部分，因为它有就是 intermediate host、paratenic host、reservoir host， 然后还有 final host， 然后有一些像 intermediate host 里面就有分 first and second， 然后像这个是线虫的，然后这是吸虫的 intermediate host， 它有一些就是可能平时不太会接触的这些动物的名字，像什么川犬，然后像这个就是它有很多的 first intermediate host 都是一些螺类，但是这些螺的名字就是有点像这个就是锥石螺、锥形小塔螺。像鱼类有什么罗汉鱼，然后尼罗鱼、香鱼，然后这个丁螺、双鳍螺、水泡螺，蛮容易就是搞混淆。就是现在睡前现在背一下，因为剩下明天一天，然后后天就考试了，再抓紧背一下。大家今天有早八，然后一样是早出门，我买了我的早餐。今天是下午1点多，考医学心理学，然后早上都在上课，上微生物学。等一下还有可能1个小时多可以利用一下，然后可能再稍微复习一下。台大医院的这个地下通道从捷运站直接连到医院外面，就是最近开了，现在就是不用在外面等红绿灯过马路，就是比较快一点点。现在下午4点多，接近5点，然后现在回来宿舍，刚才考完忘记录音，但反正就是剩下最后1晚的时间，赶紧来最后复习一下。还有一些知识点可能之前刷题目的时候记住了，但过了几天没时间复习回去，然后又忘了，所以就是抓紧最后1晚的时间，然后尽量再读一下啦。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6点半左右，然后今天一样是早八，然后一样是提早到医学院去。今天下午一样是下午才考试，那就继续加油啦！我下午已经考完了，然后终于结束漫长的一天了。然后等我等一下晚点回到，再和大家分享关于寄生虫考试的东西吧。这次的寄生虫考试大部分应该还算是蛮考古的吧。我们考大概1个小时40分钟，然后有人半个小时就交卷了，超级快的。我还记得之前上
第二堂寄生虫课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老师教了好多不同的寄生虫，然后有一些名字就好像有英文学名，它有中文名，然后还有那种 common name。后来的我去上课之前，就是那堂课老师会上哪几只虫，我一定会先自己列出来对照，提前先去搞清楚这些界门纲目科属种，就是这些虫它到底是属于哪个大的 group 或是哪个 sub group。上课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比较有个脉络。我们这学期主要是5大类，就是线虫、吸虫、条虫、节肢动物。寄生虫它有很多 classification 共同点不同点，可想而知就是表格的比较是非常重要的。课前可以先去不管是网上啊，或是共笔平台啊，或是去找学长姐去问他们之前有没有觉得哪些表格是特别有帮助的。我自己的想法是先不用自己去整理一份这个表，就是先去找，越多越好，任何可以找到的这个表的资源，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选择。在我们的就是以前的共笔平台上面，就是发现到一个还蛮不错的，这个蛮推荐大家，就是我把它印出来的这个 Table of Parasites。在上课的初期呢，我选择了这份是因为它有很详细的内容特点和概念性的整理，像这也是线虫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总表。上课的时候就是可能把它放在旁边，然后老师讲到这个虫的时候就稍微对照看一下，可能上课前我没有时间去巨细靡遗的把全部东西预习一遍，那我就先打开这个表，然后我就先来看一下他们大致上比较大的差异在哪里。我有去网上去搜一些，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人做的表格，有看到这个国考的某个学姐做的一个叫虫虫大表吧，好像还蛮有名，但就是可能国考它考的细节不会像我们校内考试那么多，这边就省略了一些细节。那接下来课后就是快要开始准备考试的时候呢，我会先把考古拿出来，然后把详解放在旁边，对照着先写几份看看。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对于像寄生虫这类的科目来说，就是相较于可能像数学或是像生化这些可能需要比较融会贯通的东西，就会有用一些，比较容易先掌握某些虫，哪一些是它的就是一个 hallmark 的 characteristic。 这样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可能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种寄生虫，它叫旋毛虫。那这旋毛虫呢，它通常它的 larva 会寄生在横纹肌 striated muscles， 它是由于吃生猪肉所造成的。那就是我可能多写几份，我就发现这个旋毛虫怎么一直出现，然后我就会把旋毛虫跟就是横纹肌，然后跟猪肉就是把它联系在一起了。后来更深入的去读它的比如说生活史的时候，我就会注意到 encysted larva 会出现在这个猪的身体上面，然后后面人在吃猪肉，所以才吃到这个 encysted larva， 然后后面才发展成就是一个 adult 的寄生虫 Deinoxys 的部分。那因为我知道它是寄生在横纹肌嘛，当我了解到它的 Deinoxys 是做这个肌肉切片 muscle biopsy， 它可能会引起的这个疾病是心肌炎 myocarditis 的时候，我觉得原来这些东西是可以这样子联系起来的。第一遍去刷考古的这个用意就是先去抓这些散落的知识点，然后让我就是后面可以再把它们串联起来。认真开始去准备这个考试内容的时候呢，开始去做一个比较的动作吧，就是虫跟虫之间的比较，比较容易搞混或是很类似的虫就会把它列在一起，然后不断的去 recall 像这两个它差异在哪里。因为我做了第一次考古之后呢，就发现它有3种题型，是选择题、填充然后问答。那选择跟问答的话，它就是一些背景知识的成分会比较多一些，然后相对而言填充题的部分有一点点就是背的意思啦。我们的助教他有给了我们一个就是这个表，比较针对填充题的部分，因为填充题它最可能考的基本上就是4种。第一种就是 infective form 感染型，而第二种是人体寄生部位 habitat， 然后第三种是这个各种宿主，就是有 intermediate host、parasitic host、reservoir host 跟 final host， 就是中间宿主、保佑宿主、保虫宿主还有中宿主，然后最后就是这个 diagnosis 是每一个的检查方法。就是如果你背得起来，他就问你像这个 Ascaris lambricoides
蛔虫，请问它的这个感染性是什么？那如果你记得它答案是成熟卵 mature egg 的话，那你就是得到1分这样子。我自己准备这个的顺序是呢，我觉得最容易记起来的是 infective form， 比如说所有的丝虫它都是 L3 larva， 所以就是这个根据它的那个分类很快就记起来了。接下来我会去背这个人体的寄生部位，之后呢我就会去记这个检查方式，因为很大程度上会跟寄生部位有关。比如说如果它是寄生在比如说小肠，那很大可能它的这个 diagnosis 的方法就是粪便检查了，然后或者是如果它是寄生在比如说膀胱好了，那它的检查方法就是 urine test。 宿主的部分就有一些是平时都不太会接触到这种动物，然后有一些就是你很熟悉这些动物，比如说猪啊狗啊猫，但是就是因为它组间的差别太小了，所以你就会很容易记混到底哪个是对应哪个 host。 这个宿主的部分是自己花比较多时间来记的，那所以就是像助教给的这个表格嘛，写了一遍之后，我发现就可能某些虫我会比较喜欢把它 group 在一起，排列的顺序我可能有自己的一个 preference， 我比较容易记起来。那所以我又用电脑在做了一版，就是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表格这样。那像我现在在准备考试的这个目的的话，我原本一开始的这个超级详细的表格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我想要一个非常简洁明了的东西，就把它背起来。觉得不同的时期选择用的表格会不一样，就是不同的时期它会服务不同的用途。那有关就是记忆的部分，要怎么把这些东西记起来呢？我是有听说可能有些人会用口诀吧，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会自己串一个故事，甚至有同学用 AI 那个 Suno 创作了一首寄生虫的歌，然后我觉得还蛮酷的。但我自己的话，我的方法就比较朴实无华啦，基本上就是通过多看那个表，多翻几次，然后多去做几遍题目，然后不断的去 recall， 就会先把所有的东西挖空，然后我就会用我的 iPad 去填表。你把这个表填熟了之后，其实也不代表能完全确定真的已经把它背熟了。填表的时候可能上下左右会有一些可以参照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个相对位置，可以通过它去推估出那我现在这个应该填什么这样子。可能要用不同的这个 categorize 的方式来去从不同方面去加强这个记忆。就钩虫一整类的，它的 infective form 都是 F from larva， 背完了一遍我可能就换一个方式，就是F from larva 的这个虫有哪一些，以此类推。你可以按照你不熟悉的一些 characteristics 或分类来去做不同方面的这个背诵。我们来聊一下学寄生虫的心得。其实我觉得我寄生虫课上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助教说的，就是以后你们当医生之后，如果在临床上看到什么就是不确定的寄生虫啊，这也不用担心，就打一通电话过来寄生虫学科，然后把那个虫送过来就好，就是只需要记得不要把那些虫碎尸万段，我们不好辨别，就觉得还蛮好笑的。那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我们现在学那么多的寄生虫为什么呢？和以前相比的话，现在寄生虫的 case 真的是下降很多啦，因为现在环境都改善了嘛。但老实说，台大这边的这个寄生虫学科的发展，在就是早期就是也有很多很不错的这个就是先辈他们在发展这个部分，才可以就是让这些寄生虫相关的疾病得到控制。我蛮认同老师们说的一点，就是学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觉得会培养一种 sense 吧，就是像老师有给我们看一些 MRI 或者是 CT scan 出现一些异常的东西，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可能有人就是因为他就是怀疑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寄生虫，所以他才去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可能切片还是什么检查之类的，然后后面才发现到真的是寄生虫。在读寄生虫或准备寄生虫考试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有训练到 classification 的能力。你要先会抓重点，你要知道不同的虫之间要怎么的去比较，怎么去归类。相信就是接下来要面临的科目，比如说可能 anatomy 就是解剖好了吧，我相信他要背的东西可能还要更多。寄生虫可能就是算是一个很好的开胃菜吧，感受一下，然后开始学习一下东西要怎么背诵，怎么整理这样子。然后必须承认，就是我真的不算是一个特别喜欢背东西的人吧，但是因为寄生虫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 specific， 然后
它会很细节的考你某个虫它的某个特点。这寄生虫应该算是我目前以来就是学习中最需要就是认真去背诵的一个科目吧。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还算是有进步的啦。那我们这次期中考的虫数应该是有50种，线虫接近40，寄虫接近20。那我们剩下半个学期就有这个条虫、原虫跟节肢动物，听说虫数会更多，就按照这次考试的经验，然后就继续把下半个学期的虫好好学一学这样子吧。大家如果也是有读过寄生虫，或是像我一样正在读寄生虫的话，有什么有趣的心得方法都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啦，拜拜。